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很多朋友喜欢喝茶，认为茶有着抗氧化、养生等等作用，几乎没有喝过白开水。而喝白开水的朋友呢，则认为喝茶不够健康。那么，经常喝茶的人与经常喝白开水的人相比，到底是谁更健康呢？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全国各地名茶举不胜举，也是待客居家的必备。而且呢，它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很大原因是源于它的抗氧化、辅助代谢等等的保健效果。看到这儿呢，可能会有人疑惑，喝茶有这么多的好处，有这么多的有益成分，有益于身体的养生，而白开水呢，它只有水，那可以直接喝茶来代替喝水吗？答案是不可以，因为茶叶当中虽然含有茶多酚、茶氨酸、茶多糖等等的有益成分，但同时呢，它也含有咖啡因、草酸等等物质，这些东西摄入量过高，对健康也是很不利的。比如说，过量摄入咖啡因可能会诱发心率加速、心悸等等不适，而草酸摄入量超标可能会刺激胃黏膜，引发胃痛等等不适。所以说，我们不可以用茶叶水来代替白开水。一般呢，一天饮用2到3杯的淡茶就差不多了。另外呢，我们需要强调一点，喝白开水的目的呢，不只是为了解渴，水是人体维持正常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的基本物质。适量饮水还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呢，便秘时你大口的喝水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促进排便。在烦躁的时候，适当的多喝一点水，可以避免因为津液不足而引起的烦躁情绪。在腹泻之后，喝一点淡盐水可以补充体力。所以我们每日摄入足够的白开水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还有人说呢，白开水放凉就等于慢性毒药，这句话您可别当真。关于白开水的喝法也是大有讲究的，尤其是温度方面。全球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肿瘤学》上刊登过一项关于热饮致癌性的评估报告，发现呢，摄入温度超过65度以上的饮品可以灼伤消化道黏膜，使其黏膜表层脱落更新。长期反复如此，可能加快细胞增生的速率，那么可能从而增加了癌变的几率。所以不少人会等白开水放凉之后再喝。可是这时呢，又有一些说法出现了，比如说白开水放凉喝相当于喝慢性毒药，这句话是真的假的呢？这种说法并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来支撑。虽然放凉的白开水确实可能因为环境的因素而滋生一些微生物或者是细菌，但是呢，在我们居家或办公室等等环境下，被微生物侵染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另外滋生一些细菌，如消化细菌，确实是有可能产生亚硝酸盐等等致癌物质。但是呢，这种物质只有在摄入过量的时候才会危及到健康，而在白开水放凉的过程中，一般呢不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所以说放凉的白开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食品安全风险，大家不需要过度担忧。那么多喝水真的对身体好吗？这里呢也给大家一个参考值。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多喝水对健康是有益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成人喝水的日均摄入量大概是在1500到1700毫升。那如果你的活动量比较大，喝水量也会有所增加。而在生活当中大多数人的日常饮水量其实都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多喝水它是没有什么毛病的，但是怎么喝却是有讲究的。一个正确健康的喝水方式，我们要注意以下的几点。第一点就是你别等到渴了再喝，等到意识到自己口干舌燥了才想起来要喝水，这时候有点晚了。此时身体的细胞已经处于一个缺水比较严重的状态了。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大口的猛灌水，殊不知这样可能会给肠胃带来较大的负担，而且不可能完全吸收掉。长期如此，其实对肠胃也是不利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大约呢半个小时喝水一次。第二点就是不要猛喝水，快速大量的喝水不仅会加大肠胃的负担，还会迅速的稀释血液，加大心脏的负担，对健康是有不利的。所以建议大家要采取少量多次的原则，
一次喝上100到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第3点是少喝冰水，夏季温度较高，很多人便格外的钟爱喝冰水来解渴。但是频繁的饮用冰水呢，可刺激毛细血管收缩，容易出现胃酸、胃痛等等肠胃不适，甚至是腹泻。尤其是在剧烈的运动之后去喝冰水，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损伤心脏、脾肾，严重的呢还可能会引发猝死。所以想要身体健康，适当的喝水很有必要，建议大家养成喝水的好习惯。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喝茶不可以代替喝水，水是生命之源，多喝水是对的，但是要掌握正确的喝水方法，不要喝过量，也不要猛喝水，不喝冰水，要经常喝温水，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养生的喝水方式。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